消息显示，美国正在南海上演一次有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号称有史以来在该海域规模最庞大的西方水面舰艇编队，集结了包括英国、荷兰、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在内的6个国家4艘航母和17艘军舰。此次这场演习不仅美国主要盟友出面了，光是舰载机就达到了200架次，联合进行为期1周的反潜战、防空、战术及通信等多项演习。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由美国组织的一次极限施压，是冲着中国来的。近些年来，我国海军的迅速发展一度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无论是特朗普时期还是拜登时期，美国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遏制中国崛起。然而，不管是单方面的挑衅，还是联合盟友耀武扬威，都没有对我国构成任何的威慑，甚至是影响。因此，不少人认为，在如今中国海军的发展已经超过美国的掌控能力之外的情况下，美国着急了，这才急忙拉帮结伙6个国家，企图逼迫中国就范。当然，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或许与中美在瑞士进行的会晤有关。之前，我外交部对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会面，就中美关系展开沟通。如果说美方在此之前就已经得到消息，那么在双方会面之前召集国家在南海军演，很可能是为了获得谈判筹码，用这种方式在会晤期间威胁中国。尽管只是猜测，但美国干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可能性。不过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若是在会晤前有计划的预谋，那我国又为什么不会？在美国召集国家奔赴南海之前，解放军连续4天大批军机巡台，单是4日就创下单日巡航军机数量新高，派出高达56架次军机。当时外界均认为这是对台分裂分子的一种威慑，会让台当局更紧张，唯恐大陆的例行训练突然变成解放台地区的实战。可如今看来，似乎大陆针对台军只是顺便的。众所周知，每当大陆军机大规模扰台行动时，都会有人说这将意味着美国挑衅的航母即将到来。这一次或许也不例外，前脚大陆军机大规模巡台，后脚美国就召集4艘航母来了。搂草打兔子，在分析看来，台军不过是那个草罢了，而兔子就是美国领衔的6国在南海的军演。大陆军机巡航是在台西南空域，而台东南方向的巴士海峡则是连接南海与菲律宾海重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这也是美国航母经常来的地方。巧的是，这次美国召集6国4艘航母军演的地点，也是在位于日本冲绳西南方向的菲律宾附近海域。至此，一旦美国航母出现在该地区，大陆机群完全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威慑。美国估计万万没想到中国早有准备。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中美博弈必然会持续进行下去，我国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然就要有敢战能战的必胜信念。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像俄罗斯那样予以重击。现在美国如此狂妄的集结国家逼近家门口，就如我国人所说，不如来一场现代版的长津湖。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唆使下，英国真的壮着胆子跑到了中国南海刷存在感。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色厉内荏，所幸没敢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儿。有意思的是，向来一本正经的英国人，出了巴拿马运河，竟然玩起了蹩脚的幽默，不禁让人怀疑是真的那么轻松，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缓解一下压力。据最新消息，英国2艘廉价舰艇史佩舰和天马舰在我国领海附近晃荡了一圈，终于通过了巴拿马运河，到达太平洋海域，也算是成功完成了一次冒险之旅。得意忘形的史佩舰连忙发了条朋友圈，称已经抵达了我们新的游乐场。外界认为，看似幽默风趣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为自己好怕怕的内心寻求一点安慰罢了。毕竟向来一本正经的英国人可从来不幽默。我们都知道，在近代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起源于海盗文化的英军凭借坚船利炮在全世界侵略殖民，嚣张不可一世。但在2战后逐步沦为美国跟班的二流国家，这次在美国稍作点拨下，竟然真的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开到了亚洲来耀武扬威，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实力，让人惊掉下巴。军事专家宋仲平称，整体看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也是缺胳膊少腿的编队，无法实现真正的战斗力，即便参加了不少军事演习，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宋仲平表示，即便是这2艘玩蹩脚幽默的军舰火力很一般，最多也就能执行个巡逻任务，根本没啥战斗力。如果进入太平洋在公海里好好玩耍，不会有人干涉，但要是赶到中国领海胡闹，不仅不能好好玩，还一定会吃苦头。据了解，2艘叫嚣到太平洋游玩的军舰都属于合击第2批次近海巡逻舰，主要武器也是肩箱一门30毫米小口径舰炮，最多还能在2侧加装2挺机关枪。外界调侃，这算哪门子军舰，顶多算只船。这也难怪，在进入太平洋后第一时间需要吼上2嗓子，给自己壮壮胆子。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近段时间英国的挑衅行为，有舆论呼吁，最好不要忘了紫英10号护卫舰的教训，
我们知道，在19世纪，英国通过非法的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这些特权后被民国政府废止。然而，英国人却依旧我行我素，趁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都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英国将紫石英号护卫舰开进中国内河，前往南京，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并被击伤坐滩。后经过简单维修，趁黑夜加速逃离长江。自从紫石英号事件以后，也标志着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终结。这次英国再次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跟着美国一起向中国发起挑衅，恐怕真的该回家好好补一补紫石英号事件的历史，提醒英国人该醒醒了。在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再次做出危险试探，多方举动不寻常。台海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事态超预料发展。10月7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消息称，在中国大陆对台疑虑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美国已经在台部署了一支小特种作战部队，以及临时编制的海军陆战队，以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据悉，约有24名美国特种部队与支援部队正在参与协助训练。目前，这批美军已经在台湾活动了至少1年。在去年就曾经有媒体透露，美国可能在台部署海军陆战队，但一直未获美国官员证实，而美国特种部队部署却从来没有被报道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中心主任葛莱伊表示，像这种训练已经持续多年，过去是关起门来悄悄做，但是美国现在刻意公布出来，那势必会引发中国大陆反弹。过去1周，外界嗅到不寻常味道，仅在国庆1号到4号短短4天，解放军就出动了149架次大规模机群进入台西南空域。对此，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40年来最严峻时刻，针锋相对的。美国还召集6国在附近展开大演习，出动包括3艘航母在内的17艘舰艇。而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核潜艇出了个事故。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10月7号报道，在2号，一艘美海军海狼级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撞上不明物体，导致11名水手受伤。美国声学性能强劲的核潜艇撞不明物体确实是件丑闻，但是美国却公开了。首先可能怕对方抢先公布更被动，其次强调在南海撞击为了碰瓷中国，最后彰显美国核潜艇在中国周边的存在。2艘美国航母核潜艇齐上阵，警告对手不要轻举妄动。与此同时，美海军部长托罗还披露即将发布的战略指南，加强和伙伴联系，增加对抗中国能力。他还强调不希望和中国开战，但重点将阻止攻台。这算是美国军方在台海最为明确表态之一。不过，一旦美军阻止攻台，则避免不了开战。在这种异常又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下，美台都警告了动武时间点。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大陆可能准备在2025年之前发动全面入侵。观点差不多的是，近日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国会听证会上也预测，可能在2022年冬奥会之后，解放军会出手。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断挑衅，又怕对岸真的动手。但要知道，玩火者必自焚。在北约疯狂的地缘政治手段挤压之下，欧洲局势一度也处于十分紧张的态势。在波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先后反水加入欧盟之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自然就成为了俄罗斯对抗北约挤压的最后缓冲地带。然而，近些年来，乌克兰也大有倒戈之意，其接连向美国表达了想要加入北约的想法，而美国对此的态度也十分模糊。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乌克兰现在的强硬姿态背后，必定是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日前，乌克兰一名执政党议员公开叫嚣，称乌克兰同白俄罗斯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高，甚至高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该名乌克兰议员还将这一潜在战争的矛头对准俄罗斯，称这一可能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是白俄罗斯总统向普京做出承诺的代价。归根结底，乌克兰议员认为战争背后的幕后主使是俄罗斯，但是这一猜测有一个奇怪之处，为什么在乌克兰眼里，军事实力强大的俄罗斯不直接进攻乌克兰，而要选择借白俄之手呢？对此，乌克兰议员也做出解释，其认为俄罗斯公开攻击乌克兰的风险太大，但是白俄就不一样。不过，外界对于乌克兰这一番说辞并不买账，不少网友开始了一大波的嘲讽，诸如满足乌克兰的死亡愿望等。与此同时，美国也着实被乌克兰这一番挑衅言论捏了一把汗。
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乌克兰亲美对抗白俄和俄罗斯是美国想要看到的结果，但是发展到战争却并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正如同网友所说的那样，乌克兰这番言论是将俄罗斯拖入战争的伎俩，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白俄同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俄罗斯势必会被卷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无论是出手还是不出手，结果都对美极为不利。如果不出手，任由俄罗斯击败乌克兰，那么美国这么多年对乌克兰的努力都将成为泡影。而如果出手，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场战争将直接转换为美俄之间的冲突。想必现如今的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同俄来一场大战，所以说乌克兰议员这一番挑衅实际上是给美国出了一道难题，看似是替美国卖命，实则是把美国架在火上烤。对于美国而言，背后煽动乌克兰，调动地区局势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旦走到战争内部，美国很有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俄罗斯也势必会进行报复。